李长寿站起身来，有些不放心地看了眼二人，转身驾云朝着黑池峰而去，顺便开启了灵娥袖中的指导人。然而李长寿还没有听到半个字，云霄仙指对着灵娥的袖中一点，李长寿的指导人瞬间就失去了联络。李长寿只感觉一阵头大，立刻开启小琼峰各处的指导人，豁然发现灵娥与云霄已乘着一叶云舟在灵湖上飘着，仙识隔绝，观之如迷雾般，听不到看不透。算了，不想让咱听，咱不听就是了。驾云落在黑池峰，白泽已经是捏着胡须自水潭旁快步而来，一扫之前的郁闷，在李长寿的身周转了2圈，啧了10多声，竖起个大拇指，传声道：水神，单凭这点，帝君陛下就远不如你。云霄仙子竟主动登门，本以为你和云霄仙子之间厉害呀啊！李长寿没好气的传声回道：厉害什么啊？这要打起来怎么办啊？放心，云霄仙子这般大能，如何会跟小灵娥争风吃醋啊？应该是真的有事要找灵娥吧？放宽心啊！不过话说回来，水神这桃花运当真不俗。算上之前你我一直商议的有情悬崖，今日那位九儿师叔对你也是有点意思啊。莫要编排这些了，我说自己一心向道，估计也没人信。贫道信，不然水神你何以在数百年内有如此修为？白先生，李长寿顿时莫名的感动，想要称一声知己，白泽却嘴角一撇。可惜啊，通天老爷不信，估计太清老爷也不信。做饭吧，今天我主厨，过来帮我切菜洗锅。水神莫急，贫道来也。随波荡漾的云舟上，灵娥看着坐在自己身旁与自己间隔不过是1尺的仙子，想要开口打破这般沉默，却不知说什么。云霄注视着灵娥的小脸儿，轻声问：我是否让你们为难了？没有的，师兄看仙子姐姐时，眼神都是很温柔的那种，师兄心里肯定是仙子最重，也不会因此为难的。云霄的目光挪到灵娥那张有些慌乱的脸蛋上，柔声道：你怕我怪罪他吗？怎能说是怪罪，只是这个其实是有些怕，但只是一些成分很小的说。果真如你师兄说的那般，是个傻丫头呢。云霄轻轻抬手拉住了灵娥的手腕，叹息一声。灵娥壮着胆子小声问：姐姐，你也会有心事吗？不愿与人说的自然都是心事。云霄注视着湖水，缓声道：来此地之前，我在俗世中走了许久，想寻到一份有关此事的答案。答案？关于男女之情、阴阳之道、生灵姻缘的答案。我是先天生灵，与你师兄相处前，从未有过这般念想。我义兄与2位妹妹也是这般，他们对凡俗情念一知半解。欲悟道，自是要先知道为何。为此，我去了凡俗中行走，探知姻缘之道。可最终却发现，我似乎错了。后天生灵的姻缘之道，与生灵繁衍息息相关。姻缘之驱使为凡俗情欲，而我所缺的便是这些。他面露失落，声音越发飘渺。我与你师兄此时尚未到道侣，他对我
亦从最初时的不敢回绝，渐渐有了好感，好感逐渐升温。但他不知的是，我落入情结之后，道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，以至于如今道心无法抹掉他的身影，就如魔障一般。待我蓦然醒悟，才知这是漫长岁月修道的清冷，化作想与他相伴的爱慕。可我终究是错了。师兄他的确很有趣呢。灵娥如是说，看这位云霄仙子那越发失落的面容，莫名有些心疼。姐姐错了什么？这事本就发于心，只要姐姐不嫌我也不会。我说的错了，是我入情劫入错了。我该先破劫，再与他相识。云霄轻笑着揉了揉灵娥的小手，叹道：上次与他相会后，我心底不断回旋两个困惑。若我情劫过了，道心再次恢复清明，是否还会有他的身影？我与他当真能修成姻缘果吗？灵娥眨眨眼，着实是有些惊讶。还能这般吗？修为境界越高，便是与道越近。若是与他修成姻缘果之日，便是我破劫之时，那岂非是伤透了他？如我这般与道无异的，本就都算是魔障。也因此，我才去了人族凡俗，却发现自己又错了。又错了什么？于姻缘中，我这般先天生灵，岂是给不了他应得的回应？人之情在于相互支撑，彼此依偎，我终究是给不了他这些。灵娥不由得皱眉思索，努力理解着云霄话语中的含义。姐姐是觉得，姐姐是因道心有所缺失，才对我师兄动了情念，而我师兄在对姐姐不断打开心房，然后姐姐担心等你们走到结成道侣的一步，姐姐道心恢复圆满，反而会淡了对师兄的情念。然后姐姐观察了凡人夫妇是怎么生活的，又觉得自己是先天生灵，给不了师兄那种同甘共苦、同舟共济的情感。你当真是无比聪慧。灵娥不好意思地笑了笑，头顶冒出了一缕白烟，只差一点，她的心神就被绕晕了。而且我推算到，今后或许有一场大劫，与他相近，将他牵入我的劫难中，当真是对他的不公。可我又无法与他决绝。姐姐今日前来，莫非是想来见我？不错，我想来看看你。云霄将灵娥的小手放在自己膝上，也想告诉你一声，我与你师兄哪怕结成道侣，也是以修道路上的同行者居多，你不必为此着慌。他所需的情，始终只有你才能给予完全。今日之后，我会闭关至大劫来临，尽量将他排于大劫之外。若我能度过劫难，师兄其实知道的。姐姐你的劫难。云霄略微有些措手不及，灵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，定声道：虽然师兄从未对我说过这些，但我确定师兄是绝对知道的。最初他给我这玉钗时，提起姐姐，嘴角会向下微撇，鼻翼会稍微张开，目中有些无奈，也有些郁闷，而且几次说的话语都藏了些纠结。师兄对姐姐那时定然就动了心，但有什么让师兄望而却步？最初我以为是师兄自觉跟姐姐修为差太多了，但后来又证明不是。师兄对我提过2次姐姐后，
明显是做了决定，开始谋算什么。每次谋算都是枯坐空想数年。我偶尔看到了几次师兄画的那些谋划图，一团云应该就是代表姐姐吧。后面我一直在山中，也不知师兄在外面做了什么，但从师兄草屋中的卷轴挪动痕迹可以判断，他早已开始将这些谋算付诸行动。这里面最关键的应该就是2枚长了小翅膀的铜钱。地下密室未重建时，那2枚铜钱的画像曾挂在密室墙上，后来就被师兄摘下来了。云霄素手一翻，1枚铜钱出现在了掌心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此物放你这儿，我最安心。云霄回想起这个，明显愣了一下。灵娥却是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扭过头用力地捏了捏自己这张嘴。这还怎么斗？我自己都叛敌了。突然感觉有2只柔蹄从自己的肩头划过，灵娥还未来得及反应，已经是被侧旁的仙子拥住。待我离开后，帮我将这个香拥传给他。这个还能传的？我此时与他还未到这般地步，总归是不能如此亲近的。云霄目中流露出几分释然。终究于他之前，是我该称灵娥一声姐姐。毕竟我所想都是自己该如何对她，灵娥你却从未想过自身如何，这是我远不如的。灵娥的耳尖都有些泛红了，有些慌乱地理了一下耳旁的发梢。我比姐姐小了那么多元会，咱们过去吧。师兄的厨艺可厉害了。云姐姐要喝酒吗？我师兄亲手酿的。少饮些就可。云姐姐尝尝这个，我师兄手艺超强的。确实是少有的美味，我此前极少进食，今后怕是也要多些口福了。这发生了什么？那富丽堂皇宛若一座金殿的厨房窗口，李长寿端着铁锅向后仰身，纳闷儿地看着远处的情形。他的仙识也探查不到云霄的身影，需要用肉眼去看。我准备的那些相亲相爱小套路竟然没有了用武之地，我什么都没做，云霄和灵娥就直接这般亲近了。看灵娥目光清明，元神活跃，与此前没有半点异常。而且根据我对灵娥的了解，此时灵娥甚至都没有了之前那般紧张，那一声声姐姐喊的，我这个当师兄的都没被喊得这么甜过。云霄平日里都带着淡淡的光环，从不与人相近，也就是琼碧2位仙子能够接近云霄的身侧。但是灵娥与他此刻就在并肩坐着，甚至灵娥跪坐时还压到了云霄的裙摆。云霄非但没有在意，反而还用一种温柔的目光注视着灵娥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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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出手了，云霄出手了呀！哎呀，要了个寿的，云霄帮灵娥扎了个小辫儿。李长寿仿佛陷入了疑惑的怪圈，螺旋下降，难以自拔。哎呀，莫不是我对洪荒的环境有什么误会吗？李长寿的脖子都快被自己拉长了，眉头越皱越深，眼睛是越瞪越圆。我刚才怎么就心慈手软，没有动用游语指导人呢？早知道就狠下心偷听一下他们到底说了什么。当时就想着还是要尊重他们2个，哪怕再棘手的局面都要去接受并弥补。这怎么就互相包容了？李长寿的目中金光一闪，有诈，必然有诈。哎呀，师神，我来吧，你这都快炒糊了。这青段玉萝卜可是罕见的极品食材。白泽接过了铁锅，掂了几下，先是松了一口气，又开始啧啧称奇。哎呀，厉害，当真厉害。
不过天仙境的小灵娥能跟准圣境的云霄仙子都能如此和谐，哎，水神，可有什么秘法？说不定哪天贫道也动了凡心，也去找几位仙子联络感情。李长寿抱着胳膊，身上的围裙已经是他对上辈子生活不多的祭奠，沉吟道：白先生，你这个想法有些不妥，感情之事啊，最好还是不要抱有任何目的，不然呢，就会失去了单纯与真诚。白泽调和着锅中菜肴的味道，习惯性的反驳一句：贫道倒是觉得水神这说法有些不对啊。男女之情本阴阳相负，若非一眼看上了对方，如何会有其后的故事？贫道在人族凡俗中混了何止万年，这些事情已是见多不怪。谁家少爷翩翩风度，哪家娇娘婀娜多姿？若非两者最初见面怦然心动，彼此有所图谋，如何会互相靠近？这白泽上古老杠铃了。此事不可一概而论，不同生灵有不同的看法，有人侧重于外，有人就侧重于内在，都无可厚非。哦，那水神看云霄仙子是侧重于内还是外？怎么感觉白先生在下套啊？李长寿嘴角一撇，淡然道：最初见云霄仙子是觉得云霄仙子温柔动人，洪荒中的仙子大多都生得很美，若只是如此，那我当时就是桃花好色之徒了。其实当时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这位温柔的仙子好生厉害，一句跪下，公明老哥就直接跪了。白泽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：真假？自然。我之所以欣赏云霄仙子，3分在于她遇事时的果决，3分在于她出手时的准狠，4分在于她的温柔。这般女子确实是颇为奇特的存在。